各位棋友，我们都知道后手方应对牛头滚最好的阵型就是两头蛇，那么先手又该如何技高一筹呢？今天我们依然是通过牛头滚为大家见缝插针，找出进攻的弱点。前面咱们就快速形成当头炮、过河车、屏风马的对局，红方发起中路进攻，黑方选择乘势。红方的正招马八进七，黑方此时选择卒三进一，目的很明确，挺起3-7路兵卒，活冲马路。这也是应对红方中路进攻双马形成的连环的互保模式。这里还暗藏一招炮二进一打着车，一旦退去卒领车的话，黑方的子力比较舒展。那么接下来走到这里之后，红方又该如何进行呢？我们依然是继续他第一个变化，兵5进1。黑方当然是进炮打车，红方选择退避。前面我们介绍了炮2进1以及炮8进2的变化，本局我们介绍新的内容，卒5进1，这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走法。下一步棋有炮2平5还价当头炮，可以说黑方子力得到一个舒展。那么接下来红方如何应对呢？这里我们很容易走出这招棋，马7进5，黑方一平炮，大家就会发现红方失去了先手。现在你这个马上不去，同时黑方下一步棋车1平2，快速出车抓炮，能够把自己的子力给走出来。好，我们为大家分享棋局的走法，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兵7进1。这招棋可以说能够化解黑方炮2平5，因为此时如果说黑方故技重施的话，小兵一旦过河，对黑方成一个心头隐患。所以说黑方在这里还得再三思考一下。接下来黑方有几个走法呢？马3进5，马7进5形成盘头马，还有象3进5。本局棋我们先看跳双马的变化。首先马3进5，那红方又该怎么走呢？这里可以说也是一个引诱技巧。当然没有进卒吃兵的话，也是担心红方平车杀过来，对他子力有一定的牵制。这里又形成了车马炮火力集结。现在这里设计一个小陷阱，引诱红方马7进6。比如说红方稍微不注意这样一走的话，黑方可以炮2再进2的话，形成一个牵制。很明显红方开局必定丢子。好，我们返回来一点，那么红方这里又该如何化解呢？感觉现在子力不好出动啊。棋局选择炮8平9，既有快速出车，针对他这个炮将来形成牵制，采取提前化解。首先说明，你如果说黑方炮甩开的话，正好上马，既踩着马，将来交换得子。黑方选择车1平2，红方出车。好了，现在你这个计划还是不得逞，目的很明确，我现在依然上马，你这里就没有办法来牵制，这是一个无根车炮。黑方选择进炮，当红方上马的时候，他可以平炮将军，这里来一个闪击跟我们对车。那么当前局面马肯定上不去了，红方选择一步退炮。这步棋起初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当然也是红方的重拳头。目的很明确，我中路没有办法进攻，将来炮9平5的话，形成雷公炮之势，从中路一路开花。那么黑方这里有2个走法，选择进炮还有进卒进行防守。首先我们看，如果说进炮的话，那他就没有平炮中路来将军这一说了。红方一上马的话，这里明显的要得子，即便是你退炮回来进行牵制，那依然吃掉。你打过来的话，这里进车吃的话，底线就很容易突破，开局黑方丢子。好，我们返回来一点，当然在这个局面之下呢，黑方做了一个苦苦的挣扎，选择进卒吃掉兵，红方平车杀过来，黑方飞象补后中路，也是防止红方进攻。那红方现在顺理成章的炮9平5，形成中路雷公炮之势。
那么接下来这个局面呢，并没有往下演变，很明显红方有进炮打马，当然这里还有平车过来得子，巧妙跟你兑换。黑方选择上马，棋局就已然很明了了，红方明显的非常占优。那么我们在这里首先分析说明一下，红方既有快速上盘头马，也有可以中炮发出将来威胁三路马，同时这里还有强行跟你对车，一旦对完之后，红方形成一个火力集结，针对黑方空虚的底线采取进攻的话，取胜易如反掌。我们继续来看黑方第二个顽强的变化，马七进五。这步棋相对而言暗藏了一个炮八平五，将来还价当头炮。那么红方又该如何进行呢？首先说明马七进六是走不到的，这里进炮就形成一个牵制，红方丢子。能不能走马七进五呢？这个变化感觉还很不错啊，进炮打中组形成进攻，但是黑方一飞象的话，形成稳固的防守，车平四迅速出车，显得黑方子力比较活跃。那么红方这里不占任何便宜。当然先前的话有炮八平九，这里能不能故技重施呢？我们也稍作演绎。感觉红方即将出车形成一个牵制的话，黑方在这里他是车马炮三子是有根的，尤其是这个三路马和前面不同，那红方子力是没有办法对他牵制的。同时黑方在这里还有一个直接采取进攻，卒五进一，这步棋就显得比较高明，引诱你平车吃。如果不吃的话，红方两个盘头马他是没办法活跃的，你硬着头皮吃掉的话，黑方正好摆脱牵制，平炮过来打车，红方这个车就显得尤为尴尬了。你现在进炮打交换的话，上马一踩，将来这个车会被打死，车闪开的话，那这里没有什么位置，只好躲到一路。现在车闪开，黑方可以上马，这里寻求将军。你现在要踩你这个马，如果说马七进五的话，直接上马把中炮给你拔掉，那这样将来一交换的话，黑方反而有当头炮，红方的当头炮被黑方就巧妙化解了。好，我们返回来，依然回到被牵制的这个局面，我们看看棋局为红方推荐的走法，选择炮八退一。这一步棋可以说针对黑方顽强的阵型见缝插针，找出它的弱点。弱点在哪里呢？就是八路车炮被牵制，目的很明确，既有炮八平五，中路形成雷空炮火力进攻，也有炮八平二，这里形成了一个得子。黑方没有办法，苦于无奈，只好选择进卒吃掉。你如果说平炮过来打他的炮得子的话，他进卒斜马得回失子，那红方抢先平车杀过来，因为这样的话既吃掉卒，同时也是火力集结。接下来这里就很明确了，将来就要形成一定的进攻。现在黑方有两个走法，炮八平五以及象三进五，其实走法都一样。当然象三进五呢是更加的顽强，既有八路炮给三路马生根，红方走得很干脆果断，进炮直接打掉马，寻求交换。黑方上马吃掉，这里就是为了后续的手段进车捉双。现在马炮必丢其一，黑方该怎么走呢？寻求交换。那么红方要不要先逃一步马呢？棋局并没有这样走，而是干脆果断平车吃掉马，黑方平炮打掉马。打完之后，这里为什么没有先逃呢？而是直接选择交换呢？主要也是因为红方依然是保留了控制权。上马踩炮，黑方这个子力该如何逃亡呢？首先说明他在这个横线上面，要么就是炮七平六，要么就是炮七平四。我们随便来看一下炮七平六，那这样一走的话，红方平车拉住五根车炮，将来依然有炮八平二，形成一个巧妙得子，同时炮八平五还价当头炮，
可以说当前这个阵型呢，黑方由于子力被动牵制的话，已经失去气质。好了，今天这一局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